东方泽人还算是个孝子。唉，天要亡我东冥啊！走吧，你们走吧，父皇就跟着老四吧。就当着四兄弟的面，东方朔就把皇位传给了东方明城，想叫一些官员来，都快找不到人了。不过这一消息还是派人贴了皇榜，昭告天下。只是现在谁还管谁当皇帝呀？皇帝也给不了他们水喝呀。而秦墨瑶这边收难民，收的手软腿也软，太多了。还好森林足够大。秦墨瑶安排出去接应难民的兵士，今日居然回来一群特殊的人。当秦墨瑶接到通知，也是震惊到了。没想到这次天灾严重到如此地步，不知道要死多少百姓，说不定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。秦墨瑶抬头看着天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才骑上马往王府赶。哟，东明皇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莫王爷，打扰了，真是惭愧呀。东方朔抱拳一礼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明城见过小舅舅。东方明城也立刻起身见礼。他这一路过来可是经历了不少磨难，难民多如牛毛。作为一国之君的东方朔和刚成为一国之君的东方明城很想出手相帮，可是当难民们知道他们这队是国军时，不是想上前打，就是想抢他们有限的物资。到最后他们这一行都不敢表露身份，一路艰辛，终于走了1个多月才到这里。秦墨瑶看到两人的形象，也不计较以前的事儿了，问起了灾情。你们一路走来，想必看到难民们的情况，说说吧。小舅舅，救救东明国的百姓吧！1年颗粒无收，又没有水，连喝的水都没有了。难民们病的病，死的死，已经出现义子相食的地步。很多男人合伙抢女人来直接杀了吃。明城求小舅舅了。你母妃呢？母妃病了，还在城外马车里。父皇的几个妃子也在，还有我的妻子欧坤英以及明城的岳父一家。人比较多，就没带来，只我们2个先来见见您。起来吧，本王随你去看看。你们先走，本王去找你小舅母，让她帮你母妃看看。秦墨瑶也不多说，直接丢下他们俩去了后院。进了卧室，不见叶影，就知道他在空间里忙活。小影儿。秦墨瑶喊了一声，等了几息才见叶影出现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明城来了。怎么回事？秦墨瑶就把东方明城说的告诉了叶影。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。两人一直没有离开北华城，只一味的收难民，还没有出去看过。没想到连国军都逃难了，那不是已经到了哀鸿遍野的地步吗？走吧，二皇姐病重，我们去城外看看吧。两人骑了一匹马来到城外。这时东方明城父子也刚到，刘管家安排马车送来的。一堆难民正在接受墨家兵士的安排，报名登记，往森林里送，用的就是叶影最开始画的10辆大卡车。当叶影看到秦雨嫣的时候，也完全没有当初的高贵温婉，憔悴的不成人样。弟妹，皇姐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？让你见笑了。叶影伸手一摸，果然发着高烧，立刻打开药箱，给她喂了一些退烧药。阿莫，把二皇姐带回府养病，其他的让他们到桃源村给一个房，让他们住一起吧。婴儿见过小舅舅、小舅母，婴儿可否跟去照顾母妃？这是明城娶的媳妇。那就跟着去吧。明城，你和你父皇一起去安排，我先把人带走，你母妃耽误不得。谢小舅母。秦墨瑶去安排东方朔他们，叶影带着2个女人回府。杨柳见秦雨嫣的模样，也一阵心惊，立刻让丫鬟准备热水，她亲自帮秦雨嫣沐浴，找来以前刘子言留下来的衣服给她换上。这时管家已经找来张瑞宇把脉诊断，因为喝了退烧药的缘故，这时秦雨嫣精神好多了，劳累加上风寒已经发展成肺火，信号已经到了，要是再吃几日，她命可能就没了。叶颖让人端来2碗粥，1人1碗，先吃打个尖儿。秦墨瑶安排好东方明城他们，天黑才回来。晚上2人准备休息，但秦墨瑶哪里能睡得着啊，一直想着今天东方明城说的那些场景。
小影儿，有什么办法能多救一些百姓？还有很多百姓没有能力离开故土，还有一些逃进山里，还有一些逃到启月国，但启月国目前已经不收了。多明国的罗东怎么也不传个消息给我？叶颖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他不知道的是，灾难一起，罗东早就被罗蒙叫回去了。突然，小宝的声音在叶颖的脑海里响起：“主人，有一样东西你可以画呀。”叶颖嗯了一声，拉着秦墨瑶就进了空间。小宝，你什么意思呀？百姓缺的就是水和粮，粮你不缺，水你可以画呀。以你现在的精神力，画一根湖出来都可以，先让百姓活下来，等天灾过去，他们就可以再建家园。对呀，我可以画些水出来，以后粮食不够，我也可以画些粮食出来。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修炼精神力，不然不够用啊。除了药，叶颖还从来没有画过吃的，他总感觉画出来的吃着感觉不太得劲儿，有种怪怪的感觉，所以他从来没有画吃的来自己吃。想到这里，叶颖立刻上了2楼，很快画了一只烧鸡出来，撕下一块给秦墨瑶，让他尝尝好不好吃。结果秦墨瑶尝了第一口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一会儿就把一只鸡腿给啃完了。看他吃得香，叶颖也撕下一只鸡腿尝了尝，果然和前世吃过的味道一样。不过叶颖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，总感觉吃下去的是墨水，以后他还是不要吃自己画出来的东西。有了方向，叶颖又拨开一张宣纸，集中精神力，慢慢勾勒起一个碧波荡漾的湖。这可是绝对的大家伙，几乎消耗了叶颖大半的精神力。小宝，空间那条河的水，我不能直接放出去给大家用吗？那条河的水只为浇空间里的庄稼用，不可以拿出去。那个水是特殊用水，人不能喝，那基本相当于庄稼的营养液，里面含有别的东西。那空间里的动物怎么喝了水没事呢？动物的肠胃比人类强多了，你见那些动物脏水喝了也没事，你有见人喝那么脏的水吗？有了目标，叶颖就孜孜不倦地画大湖，精神力用完了就再修炼，如此反反复复，这一画就画了10天。叶颖不知道画了多少张纸，除了睡觉吃饭，几乎都在修炼画画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叶颖终于抬起头，狠狠地伸了个懒腰。小宝，你把我变得这么高尚，你说的奖励要是不吸引人，我会揍死你的。等他出了空间，才被杨柳告知秦雨嫣和欧坤英已经离开了。二皇姐的身体是否已经恢复了？灰姑娘已经痊愈了。杨柳恭敬地回。这时秦墨瑶还在外面忙，没有回来。叶颖吃了午饭，倒在床上狠狠地睡了一觉，一直睡到天黑。当睁开眼时，就看到秦墨瑶的脸，吓我一跳！一睁眼就看到这么大个脑袋在我头顶。叶颖伸出双手捧着秦墨瑶的脸，使劲搓了2搓。累坏了吧？是啊，老娘真是拼尽全力了，以后你的江山绝对有我一半。不，就是小颖儿的。小颖儿为天下百姓做了这么多事，他们一定会记得你的恩情。我是天下百姓的恩人，我多么伟大，多么高尚！秦墨瑶看着眼前调皮的小姑娘，压下头，深深地吻上了叶颖的唇。星月如昨，风月错，海棠又落，一人休梦中佳人雨脉脉。星月如昨，风月错，心事终是吹不散，几丝浮云与谁说？兰州清河，六月江南，烟雨挽留客。2个人在床上厮磨了一阵，才起来吃晚饭。阿莫，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你把事情交代一下，明天咱们就开着直升机把东明给转一遍。好，辛苦我的小颖儿了。还是原来那架直升机，还是原来的那些暗卫，杨柳、张瑞宇又另外叫了2个大夫。叶颖要求把东方明城也带上，毕竟是目前东明国的皇帝，很多事情由他出面解决起来也更容易。
所有人都准备好，上了飞机。这次由秦墨瑶驾驶，目标东民国京城上都。叶颖决定，一路只要看到有湖泊的地方就停下来，变现一幅画。当第一幅画变现的时候，连叶颖都吓了一大跳。他没想到自己画的湖这么大，把原来的湖都撑大了些。突然，干涸的湖就满了，而且波涛汹涌。等平静下来，整个湖面碧绿碧绿。叶颖都有些怀疑，这是不是自己画出来的？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。跟着他来的人也被这一景象惊呆了。秦墨瑶也没想到，东方明城对叶颖的崇拜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小舅母一定是神仙下凡来拯救万民的，这是他的真实心声。有了水，自然要通知人们来。叶颖拿出上次用过的高音喇叭，让东方明城对着下面的难民喊话。东方明城一路什么也不问，小舅舅小舅母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他知道小舅舅和小舅母不是一般人。是东方明城，东民国现任新皇，请大家前往净明湖，那里已经有水了。东方明城一路不停地喊，一遍又一遍。那些听到的人一开始愣了愣，但既然是皇帝说的，应该不是假的，纷纷往离得不远的净明湖赶去。当人们看到净明湖果然满满的水时，高兴的个个都哭了，也不管这水是怎么来的，一个个冲进湖里，狠狠地喝了个水饱。多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水了？喝饱以后，个个都哭得泪流满面。有了水，就有了生命。如此这般不停地操作，一路到了上都城时，叶颖已经灌满了7个湖。经过山林时，东方明城也对着山里大喊：东民国的百姓们，这是东方明城，山下平阳湖已经有水了，大家下山往那里去。这样的话，东方明城连续喊了3天，嗓子早就哑了，但还得他来喊。叶颖给他准备了几盒润喉糖，当叶颖把画出来的图全部用完，已是5天过去。有了水还不够，还要有吃的。他们一行又一个个湖泊找过去。天已经比较冷了，处处都能看到百姓们燃起的篝火和搭建的小棚，但人们的脸上并没有因为有水而面带笑容。叶颖一行从直升机上下来，东方明城走在最前面，叶颖又给他准备了一个手持喇叭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朕是东方明城，遇到这样的天灾，朕非常难过。朕找了朕的小舅舅和小舅母，也就是龙生国的莫王爷和莫王妃，给大家带来了粮食。没精打采的人们一听说有粮食，个个都站了起来，围了过来。你们当中可有围观者，都站上来。有3个人挤过人群，来到东方明城的面前跪下行礼。微臣是安阳城知府张鹤东，微臣是安阳城同知刘晨旭，微臣是安阳城通判素强。3位爱卿，请起。朕的小舅母给大家带来了粮食，你组织一下分发下去，维持好这里的治安，让大家尽可能的活下去。只有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太好了，有了粮食了。知府一招呼，大家都纷纷靠拢，行动起来。叶颖找了一个背山的地方，不让难民们看到，取出一个粮仓盒子，把里面的粮食纷纷倒了出来。条件有限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当倒空一个粮仓盒子时，东方明城又被吓了一跳。目测起码有100吨，足够几万人喝粥喝3个月。看到这么多粮食，东方明城感动的又擦了擦眼睛。知府带着人过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么多粮食，直接跪下了。苍天哪，这是神仙来救我们了！莫王爷、莫王妃，请受下官一拜，下官替百姓们谢谢您。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跪下。张鹤东立刻安排人把这些粮食守护起来，不让百姓们发生疯抢的事件。这个湖边处理完之后，叶颖给难民们留下了一批药。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大夫，叶颖就直接交给他们，并告诉他们每一种药的功能和用法。还有很多地方要去，他们也不多耽搁，准备去下一处。当他们的直升机起飞时，下面的难民全部跪下。多谢莫王爷、莫王妃救命之恩。多谢莫王爷、莫王妃救命之恩。东方明城一直告诉他们，来救他们的是谁。如果没有小舅舅、小舅母，他这个一国之君没有任何办法，连他也沦为了难民。继续飞行到下一个湖。4皇帝，怎么是你？这熟悉的声音，东方明城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这不是他的3皇兄吗？可是那一脸脏污、身形消瘦，也完全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。
三皇兄，你在这里不是有水吗？你怎么连脸都不带洗一下的？四皇帝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在大难面前，谁管你是什么身份呢？我一说是三皇子，难民们对我就更加不客气了，说我们皇家无道，才引来这场天灾，搞得我都被难民们围攻了多次。要不是有护卫们护着，我自己也会些拳脚功夫，你都见不到皇兄我了。东方泽人说起之前的经历，呜呜呜地哭了起来，好不伤心。对了，四弟啊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而且看上去你们过得很好。还有，你怎么和叶影姑娘在一块儿？啊，这是我小舅舅小舅母莫王爷莫王妃，我们是来救灾的。什么？东方泽人瞪大眼睛看着叶影，正经事要紧，东方明城也不跟他多说，直接拿着喇叭开始喊话。当难民们听说有粮食，也不害怕了，纷纷围了过来。尤其东方明城自曝自己是皇帝，难民们才相信皇帝可不是谁都敢冒充的。叶影一行也是按上一个湖那样如此这般，叶影他们一行把东明国所有的有水源的地方都走了一遍。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，天已经很冷了。经过这次大难，东明国的所有百姓都知道，救他们于危难之中的是龙胜国的秦墨瑶和叶影，他们2个的壮举传得天下皆知。陈阳国皇帝莫千启十分欣慰，朕的孙女婿就是非凡呐，有如此能力，以后我陈阳国百姓无忧了。龙胜国皇帝秦兰臣却是惊惧非常，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粮食？还有那些湖里的水，他们怎么办到的？这还是父皇的儿子吗？难道他们真的是天神下凡？齐越国将军司徒磊则是赞叹不已，这夫妻俩真是厉害，东明国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大的灾难，这么多的难民，他们居然都能扛得住。叶影这段时间真的累坏了，东明国的事情基本告一段落，他打算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，既不修炼也不画画。这一日晚上，东方明城来找秦墨瑶。小舅舅，明城有事和您商量。有事吃过晚饭再说。走，你小舅母可是饿得不得了了，咱们一起吃个晚饭吧。二皇姐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母妃现在很好，她感觉森林里住得特别舒服，都不想回去了。有空可以让你媳妇儿来王府里找我玩玩。好，明日我就同她讲。3人一起吃过晚饭，就一起去了秦墨瑶的书房。有什么事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小舅舅，这次东明国能度过这次大难，真是多亏了您和小舅母。现在东明国的百姓个个都记你们的好，明城感激不尽。明城和父皇商量了一下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希望小舅舅能够接受。什么决定？咱们东方皇族已经不再适合治理东明国了。明城和父皇商量了一下，以后东明国就交到小舅舅的手里。如果小舅舅看得起明城，明城愿意做臣。这几个月来，东方明城一直陪着秦墨瑶和叶影拯救东明国的百姓，他们夫妻俩的能力他看在眼里，也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东方素。秦墨瑶听了，和叶影对视一眼。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是父皇和明城一起做出的决定。既如此，小舅舅就不客气了，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，给我打个下手。我现在手里可缺人的很。秦墨瑶很顺利地接手东明国，叶影给秦墨瑶建议成立朝廷，采用3审6部制，而且明确各部职能，层层落实职责，再成立监察部门，监察百官，减少贪官污吏，再成立教育部门，专管全国教育，人才和科技发展非常重要，不能只重文，文人的地位在百姓民生面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。官员除了受监察部门监督，还要受百姓监督，制定各种律法，乱世用重典，沉疴下猛药，此时正适用。叶影还给秦墨瑶讲了一些他知道的历朝的管理方法，让他选择性的采用。在秦墨瑶的眼里，叶影就是个宝。这日吃过晚饭，叶影拉着秦墨瑶一起进了空间。如今空间里的土地比第一次看到时整整扩大了1倍不止，动物随处可见。后来从外面带进来养殖的动物也繁殖了很多，叶影定期放一批出去给军队的士兵们吃。根据小宝提供的信息，
未来各国都会出现不同的灾难，如今还只是第一个国家，就已经让叶颖有些招架不住了。这次东明国大难，把3楼小仓房里的储备粮食几乎消耗一空。小颖儿，我猜想这个空间大概就是为了救这些难民而准备的，而这个任务正好落在了你头上。秦墨瑶不说还好，一说叶颖感觉还没休息够，他只想摆烂，真的好累啊！不想那么多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修炼去。很早之前，叶颖就感觉自己有突破的趋势，这么久了，一直没有再升一级，大概是最近太懒了，而且心境还没有平静。现在给人们带来的伤害，他没有感触，是不可能的。人类在大灾大难面前，真的太渺小，太渺小。一张张动物图不断的产生，直到把精神力完全消耗一空。他如今消耗掉一次的精神力，可以画出上万头牛和大猩猩，然后继续修炼，放空一切思绪，摒除一切杂念，控制丹田，慢慢的让一丝精神力游走全身经脉，再控制精神力集中于一点，冲击早就感觉存在的一层膜，一次2次，这一层膜却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坚硬似的。他尝试不下100次，居然还没有要破的意思。诚心跟我过不去吗？老娘就不信了，今天一定要捅破你！叶颖额头已经见汗，秦墨瑶早就收工，守在他旁边。今天的小颖儿和平时不一样，难道她又要突破了吗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突然那一层膜破了一个小小的洞，叶颖乘胜追击，不断的撞击，在一次次撞击中，那个小洞逐渐扩大，到最后完全破裂。熟悉的感觉终于来临，如潮水般汹涌的能量突然冲击而来，差点把叶颖给淹没了。立刻稳住神明，引导气分散于4肢百骸。又过了大约1个时辰，叶颖才感觉控制住了这股潮流，最终归于平静。恭喜主人终于突破到20级，特大奖励出现。叶颖快速地点开屏幕，向后翻，果然一个灰色的按钮已经变成可点击的明亮。点开时空穿梭机。什么？时空穿梭？叶颖不淡定了，再点开一个如碟形的圆盘状物体，然后是一个个分解图。小宝，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还能回去不成？鉴于主人的情分，这是给你的特别奖励。你精神力达到20级以后就可以开始画了，但这个耗能巨大，你想回去看看就慢慢画吧。但你目前的精神力只能算可以开始画，想要完整的画出来还早。你现在最多能画几笔？这一下叶颖更不淡定了，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。他当然想回去看看，前世的父母可是在他没离开家之前很疼他的，他一走还不知道他们有多伤心呢。如果能回去告诉他们他还活着，他当然求之不得。阿莫，我有机会回现代了。想通了，叶颖转过身，一把抱住秦墨瑶。到时我也不陪你去。秦墨瑶也有几分期待。小颖儿告诉过他的来历，但从没有见过，无法想象人类文明到底到了什么程度，他也想见识一番。小宝用这么大的饼来诱惑我，真是可恶，让我想偷偷懒都不行，我真是劳碌的命啊。一切顺其自然，不用刻意强求。对，顺其自然，慢慢积累，总有一天我能画成的。想想我刚开始只能画一只小蜜蜂，如今我能画一个大湖，才短短几年时间，人生还有好几十年呢。想通了就没必要纠结。两个人出了空间，洗漱一番后上床躺好，秦墨瑶情不自禁把自己的小妻子搂进怀里。如今两人的感情可以用鱼儿离不开水来形容，对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第二日，叶莹起得很迟，腰酸，背倒是不痛。刚刚吃过午饭，张瑞宇就跑来找他。师傅，现在咱们的地盘可真大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开些医馆呀？当然可以啦，不过这事儿你就不用去了，让杨红父子几个去搞就可以了。小雨，我们可以再做一件大事，师傅交给你去办，怎么样？哦，师傅，什么大事啊？几年过去了，你跟着师傅我也学了不少，我还给你找了师傅学中医，你也学得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可以出师了？何大夫也这样说，他已经没什么可教我的了，多谢师傅的谆谆教诲。那我们办一所学校，起名叫什么医学院，你来起名，然后你就任老师，教一批学生，再放到各个城市去，你和杨红配合，一个负责教学生，一个负责用学生。师傅，这主意不错哟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别那么着急，你还是先写一份计划书，让我看看再说，比如选址、建校舍、招人的条件等等，而且也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教啊，总还要再找几个大夫。师傅说的对，我这就去写计划书。也不用这么着急，咱们再讨论一下细节，可不是小事儿。接下来两人就如何建立医院，如何招生、择生条件讨论了一个下午，然后再讨论到如何安排课程，教些什么内容，培养什么方向的人才。听得张瑞宇一愣一愣的，就是皇家的太医院也没有这么完善的。我说小雨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爹有没有催你娶媳妇儿？人家阿婷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，可是一直等着你呢。正事儿说完，叶颖开始关心张瑞宇的私生活。张瑞宇刚跟着他的时候就已经15岁了，这几年过去也快20岁了，可以考虑娶妻了。他早就看出他和罗运婷两个眉来眼去的。张志强也真是的，把孩子丢给他，就再也不闻不问了，真是心大的老爹。师傅还不急，不是说女人最佳的生育年龄是20岁以后吗？等阿婷20岁后，我们再成亲。这小子把我的话记得可真清楚。这天晚上，秦墨瑶下衙回来，如往常一样，两人温馨的吃过晚饭。小颖儿，今天韩潇找我说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想求娶你身边的杨柳，请我出面向你提亲。他们两个什么时候看对眼的？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叶颖就奇怪了，杨柳天天和他在一起，没见两人经常见面呢。我也不知道。秦墨瑶无法给出有效的信息，搞得叶颖想八卦一下都找不到入口。叶颖想直接把杨柳叫进来问，又怕他不好意思，还是算了，明天直接找韩潇问更好。第二日，叶颖还真把韩潇找来问，结果他说他只是觉得他该成亲了，而他见的最多的就是杨柳，所以就想求娶。那你有没有问过杨柳的意思啊？没有。我建议你还是问问他本人的意思，只要他同意，你就直接上杨家提亲，我也会让他脱了奴籍。还有啊，我觉得你有必要和杨柳多处处，有感情再求娶会更好。要是人家姑娘对你没意思，你也不要强求，有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。叶颖算是苦口婆心了，他对杨柳的感情当然比韩潇深，他肯定希望杨柳嫁的人是他自己中意的。听了叶颖的话，韩潇很赞同。岁月如梭，已经到了第2年的夏天，东明国的百姓已经完全走出干旱的阴影，庄稼已经收了1季，现在雨水充足，第2季的庄稼长势喜人，一切看上去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秦墨瑶开恩科考试，收入了不少人才，已经分配到各州县。东方明成一直跟在秦墨瑶的身边，给他打下手，基本相当于他的秘书，这是叶颖给安的名称。欧坤英自叶颖提出来让他时常来找自己以后，婆媳俩3、5不时的就来王府找他聊天说地。这一日，欧坤英又带着秦雨嫣来魔王府找叶颖玩。中午，叶颖留他们一起吃饭，吃着吃着，欧坤英莫名其妙的呕了起来。二皇姐，你大概要升级了。两人成亲都快2年了，也没见他有动静，所以秦雨嫣就没有往那方面想。被叶颖这一提醒，他才猛然反应过来。你是说婴儿有孕了？哼，十有八九是的呢，不信咱们找个大夫来看看。叶颖安排个人去请了大夫来，一把脉，果然如他所料，婆媳俩都高兴不已。叶颖立刻派人去通知东方明城，没想到连秦墨瑶也跟着一起回来了。东方明城温柔地看着欧坤英，他居然有后了。
以前眼睛瞎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今天。那时心如死灰，人活着就像个木偶，日子过得有波无澜，更没想过要去祸害人家好姑娘。如今连孩子都有了，真是世事无常。想到这些，东方明城转过身，直接跪在叶颖的面前。谢小舅母对明城的再造之恩。见他如此，欧坤英也来到他的身边，跪了下去。哎，喂，你们两个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媳妇儿可怀着身孕呢，快点扶起来。弟妹，明城是在谢你治好了他的眼睛，他才有了今日。哎呀，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。送走他们一家三口，秦墨瑶眼含羡慕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。小颖儿，咱们什么时候也生个孩子吧？急什么呀？我还没到18岁呢，难道你感觉自己老了吗？秦墨瑶本来有点感怀的，结果被叶颖这么一反问，什么情绪都没有了。他怎么敢老？他比小颖儿整整大了9岁，更要保持青春的心，不然和小颖儿会离得越来越远。时间很快，又到了6月夏日。这日，叶颖进空间修炼，突然小宝说天灾又要来了，把叶颖惊得突然跳起来。这才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灾难，好不容易人们安定下来，这又要来，这是不给人活路啊！叶颖立刻跑到小宝面前，急切地问：什么天灾？洪水。据小宝探测，应该在东方。叶颖扶额长叹：东方不就是龙圣国吗？洪水更加无情，干旱还给人逃跑的机会，毕竟是慢慢一天天积累成灾。洪水如猛兽，一来一瞬间什么都没了。叶颖立刻出了空间，直接骑上了一匹马，匆匆出了王府，来到秦墨瑶办公的府衙。当秦墨瑶看到叶颖来找他，而且面色凝重，立刻起身迎了上来。小颖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进去再说。两人坐下。小宝刚刚告诉我，又有大灾来临，是洪灾，方向是东方。什么？秦墨瑶也惊了一下，东方正是他的母国。我得马上写信告诉皇兄，让他做好准备。你确定你的皇兄有能力处理好这样的大难吗？连东明国的皇帝都无法抵抗大旱，最终把东明国交到我们手上。秦岚晨什么鸟性，秦墨瑶和叶颖都非常清楚。可是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，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受灾啊！东明国都已经在我们手里，难道你还要顾及兄弟之情吗？我们直接出面救灾，然后顺手把龙圣国收归回来。秦墨瑶听了叶颖的话，猛地抬起头来，看到叶颖坚定的眼神，秦墨瑶想想也的确如此。皇兄本事没多少，防人之心倒是特别重。龙圣国又小，以前要不是有他守着，早就被东明国和启越国给吞了。还是怪父皇对我太好，父子感情太深厚，才会束缚了我的野心。如今颖儿既然这么说，那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秦墨瑶以为东明国的大旱就是小宝预测的大灾，没想到后面还有，真是超出了他的心理准备。秦墨瑶很快想通，立刻召集人开始商量如何应对。东方明城得了秦墨瑶的指示，立刻通知人。王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万思聪一接到秦墨瑶通知，立刻赶了过来，他离得最近。秦墨瑶把小宝的预测一说，当然是找了个另外的借口说出来。万思聪也被吓了一跳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洪水一般来得突然而猛烈，救援都来不及。陆续北华场的重要官员都来了，当得知有洪灾之后，个个都面面相觑，震惊不已。刘元康，你立刻发文通知全城的百姓，随时注意，如果天连续下大雨3天，即刻全部撤入森林里避祸。在发放的周边几个城镇，尤其靠东的几个城，尽量让百姓都撤到北华城来，进入森林。是。明城，可有通知朱广良？有，但是他离得较远，回来需得2天时间。我们要组织军队往龙圣国腹地而去，当有难民涌入时，思聪，你要负责安排把难民往森林里引。现在东明国的灾情已过，尽量让原东明国过来的灾民离开森林，返回家园。森林里要用于接收龙圣国的难民。是，下官领命。阿莫，趁现在灾情还没有来，我们要不要通知龙圣国的老百姓提前撤离？秦墨瑶眼睛一亮，是啊，可以让百姓先撤离，不用等大灾起再逃难。思聪，再写一封信，通知钟老将军，让他传信给皇兄。信不信在他，我尽了我自己的本分。王爷，洪水不可能一下子清撤，必然是要下好多天的大雨，而龙圣国处于东面，地势较低，东面过去就是大海，
那么这场大雨很有可能是从陈阳国就开始下，一路向东的。目前能做的就是提前通知，找到了方向，各自散去，准备迎接大灾的到来。等秦墨瑶安排好，挑了10几个暗卫，夫妻俩开着直升机直往龙胜国腹地而去，一路低空飞行，一路飞，一路喊洪灾将来，请大家往北华城而去，进入森林躲避这次大灾。莫王爷已经安排接应，很多百姓将信将疑，但看着天空下着的大雨，也有一部分人相信冒雨离开了自己的家乡。但是离开的毕竟是少数，很多人都在观望，也许下一刻大雨就停了。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，谁也舍不得离开。当叶影和秦墨瑶把龙胜国所有的城池都飞了一遍时，大雨已经连续下了7天，最靠东的2个城市已经被淹没。时间慢慢过去，死去的都被掩埋，活着的都已安置好。秦墨瑶和朱广良会合，带着10万军队来到龙胜国京城龙阳城。秦浩然亲自出城来迎接。侄儿浩然见过八皇叔、八皇婶。起来吧，带本王去见皇兄。是，父皇正等着你。秦浩然起身，走在秦墨瑶的身侧。八皇叔，父皇他，子不言父过，侄儿只求您能留他一命。你放心，我没打算要谁的命。再次来到紫宸殿，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。这个皇宫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，处处都有他玩耍过的身影。皇兄，好久不见。八皇帝，你很能耐啊！东明国那么大的国家都让你吃下了，现在是不是来接受龙胜国了？秦岚晨双眼带火地看着秦墨瑶，仔细看又能看到他的落寞。其他在场的朝臣一个个低着头，不敢出声。皇兄，你还有选择吗？如果我不出一力量，你能撑得过去吗？你不怕百姓起义直接杀进皇宫？到那时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东明国早已在我秦墨瑶的掌控中，龙胜国早前也有60%在我掌握中，现在1万的百姓都去了落霞山里，你还有什么能力做这龙胜国的皇帝？你……秦岚晨无话可说，颓废地倒向龙椅靠背。你可知我的王妃是什么身份？叶影后来的身份在龙胜国还真没人知道。陈阳国一般不与人交恶，所以龙胜国很少去关注，只要知道他们不来侵犯自己就行。他是陈阳国的皇太孙。什么？最先惊地问出口的不是秦岚晨，而是穆森。她是陈阳国流落在外的公主之女。穆森听了只想捶胸顿足，真后悔没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莫叶影见过龙胜国陛下。叶影假模假样的上前蹲了蹲身，这就是国君之间的问候了。真是好弟妹啊！八皇帝，你得谢谢朕给你指了这么好的亲事。是，这件事皇帝真的是要感谢你。那么接下来，皇帝请你到落霞山里养老去吧。东明国的皇帝东方朔也在那里养老，生活上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而浩然，皇帝可以带在身边，帮皇帝打打下手，其他侄儿就算了。张家勉强还能做出吃食。怠慢了，王爷。秦墨瑶什么也没说，默默地吃着面前的粥。张大人，你们张家随本王迁到北华城吧。你儿子也很久没见到你们，一家人也该团圆了。谢王爷王妃对小儿的照顾。张志强立刻起身行礼。此时秦墨瑶的心情不是很好，也不想多聊。吃过饭就去张家安排的房里休息。次日2个人走前给他们一家留了些粮食，足够到北华城。自此龙胜国完全被秦墨瑶接手。最近叶影精神力超负荷运用，也累得不轻。回到北华城以后，狠狠地睡了几天懒觉，才觉得人又活过来了，刚刚可以喘口气。这日叶影又收到了小宝的提醒：主人，陈阳国京城将有一场大地震，就在近期。叶影收到这个信息，真想骂娘，有完没完呢？就不能等2年，让他休息休息？而且还是陈阳国，祖父祖母可是还在那里呢。处理好此件事情，秦墨瑶牵着叶影的手来到了秦家祖庙，2个人恭恭敬敬地跪在秦家列祖列宗面前。父皇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得不这么做，天下百姓为重。皇兄，他实在不适合为帝，心胸狭隘，
无容人之量。我们夫妻以恢复700年前赤炎王朝的辉煌为己任，到那时再来给您汇报，您一定会高兴的。秦墨瑶对他父皇的感情最深，当年的先皇对他是真心喜欢。出了祖庙，两人又回到了王府，故地重游，只是已一片荒凉，但建筑没有变，收拾一番还是可以住人的。不过现在没空。当他们走出王府，居然看到张志强在门外等着。王爷、王妃，可到下官府中一叙，江大夫也在下官府中。整个京城还是一片萧条，百姓生活完全没有恢复。齐墨瑶他们想找个落脚处都没有，所以夫妻俩接受邀请，跟着张志强去了张阁老府。婴儿，祖父恐怕撑不住了，你看这担子，你还是接过去吧。祖父老了，想过几天安生日子，操劳了一辈子，是该歇歇了。难道你不想祖父多活点时间吗？我看您是想和祖母度假吧？是啊，祖父一辈子都被困在皇宫里，哪儿都没去过。你祖母还跟着你到处旅游了一番，祖父这一辈子都在这皇宫之中，还是上次你用直升机带着祖父绕了陈阳国一圈，那是祖父第一次旅游啊。好吧，我和阿莫商量一下，看如何处理。这样你总该高兴了吧？叶颖看到祖父因天灾一夜之间像老了好几岁的容颜，很不忍心。又1个月过去，人们的生活基本回归正轨，但被破坏的房屋没那么快修缮好，士兵们每日还在不停的忙碌。这日，齐墨瑶和叶颖终于有点空闲，伤者也都恢复，各回各家，暂时没有住处的可以继续在帐篷里。两人走在大街上，阿莫，祖父的意思是皇宫就不用管了，他打算和我们一起走，把陈阳国交给我们，你看怎么办？没事，祖父想休息就休息，我们4合1，一起来管。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启越国最终也会到我们的手里。那不是我们要一统江山了？形势所迫，也是必然趋势。好吧，那我让祖父收拾一下，到时候和我们一起，我再画一架直升机，让韩萧也学会，到时候多带几个人。辛苦小颖儿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收复3国。齐墨瑶牵起叶颖的手，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。知道就好，那到时候我们一起登基为帝，你是前帝，我是坤帝，合在一起就是乾坤帝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哈，你还当真了？当然，小颖儿的功劳可比为父大多了，你称帝当之无愧。就是我都是沾了小颖儿的光。嘿，知道就好，不过咱们俩不分彼此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。你不是说我的是你，你的还是你的吗？对对对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以后啊都是我们孩子的。叶颖乐地说到了还没有影儿的孩子身上，秦墨瑶笑得更开心了，这说明小颖儿打算要孩子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把避孕药停了？秦墨瑶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，叶颖才知道自己把话题扯太远了。18岁以后吧。叶颖也想有个孩子的，有个香香软软的宝宝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体验。想到有个小屁孩叫自己妈妈，那是什么感觉呢？这一日，莫千奇把所有朝臣召集在一起，站在太和殿广场上，宣布了他退位让贤的决定。叶颖和秦墨瑶正式接手陈阳国政务。各位爱卿，你们都知道朕和秦墨瑶是夫妻，而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原东明国和原隆盛国，所以朕打算4合1并为一国。以后所有的奏折都汇报到北华城，而你们以前都是祖父的臣子，现在朕决定把你们搬迁到北华城。如果有不愿意去的，可以告老还乡；愿意去的就回家收拾东西往北华城去。朕会给你们准备好住处，或者你们自己建府邸也可以，朕会分给你们土地。叶颖话音落下，下面就议论开了。叶颖也不阻止，这对他们来讲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如果想继续为官，就要搬离自家居住了多年的地方。
不过很多官员都是科考上来的，不是世家，随时都可以走。一些世家就比较麻烦了，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，搬迁可不是小事儿。朕可以给你们考虑的时间，现在政权才刚建立，用人的地方多，如果你们要做决定，请尽快。叶颖等了3天，大部分都愿意跟着，少部分家里没什么人才的就留了下来。叶颖发了全国诏书，并让地方政府通知到所有百姓，以后4国合一，中央政权中心设在北华城。陈阳国的事儿处理的差不多，叶颖一行就准备回北华城。这些日子韩笑最开心了，叶颖亲自教他开直升机，那感觉太爽了。多了一架飞机，叶颖让罗蒙一家一起走，把罗蒙高兴坏了。他还想着来求求小颖儿的，没想到他主动找自己。2个时辰以后就到了北华城上空，又回到这里，最高兴的就是刘子言了，以后可以天天和颖儿在一起。是啊，是有必要起个名，叫什么呢？要不叫墨影共和国？好，就叫墨影共和国。次日，秦墨瑶对众大臣们宣布，东明国、陈阳国、龙胜国3国合一，现在起名叫墨影共和国。然后接着宣布，他将和叶颖同时登基为帝，一个为前帝，一个为昆帝，2人地位同等。所有在场的官员都愣了一下，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2个人同时登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家才消化秦墨瑶这个奇特的决定。万思聪跟秦墨瑶时间最久，也了解叶颖本事最多的人之一，他第一个跪地：墨影共和国千秋万代，乾坤帝万岁。其他人也反应过来，齐齐跪地恭贺，3呼万岁。得到大臣们的支持，秦墨瑶直接下旨自封，并下诏书发往全国各地，告知全国百姓。自此，墨影共和国正式成立。这日晚饭后，2个人回到卧室。叶颖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使用精神力，画工又进步了不少，又有突破的趋势。阿莫，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把都城定在北华城？北华城的地理位置比较好，气候也不错，4季分明，又不太冷不太热，作为都城很合适，而且正好在4国中央。但北华城的城区并不大，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定居于此，势必会不断的建设房屋、商铺。是啊，我们才刚刚经历大灾，生产和经济的恢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，起码要10年时间。秦墨瑶也很无奈，他接手的其实就是个烂摊子，要钱没钱，要物没物。要不是有小颖儿的支持，他说不定早就支持不住，死的人不知道会有多少。我的小颖儿就是来拯救万民的。小颖儿，给我们的国家起个名字吧。这日，秦墨瑶收到了一封齐越国司徒磊送来的急信，同时叶颖也收到了齐越国罗南送来的消息。齐越国爆发了天花瘟疫，而且正在迅速蔓延，从京城开始的，齐越国小皇帝也感染了。这个消息如惊雷一般炸响在北华城的朝堂。皇上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边城一定要守起，不能让齐越国的百姓过来。何汉民刚一说完，就听到刘管家高喊：不，现在他是刘大总管了。昆帝驾到！阿莫，你是不是也收到消息了？叶颖快步进殿，直接来到了秦墨瑶的身边。颖儿也知道了。2位皇上，天花可没人能控制，只要感染都是9死1生。皇上，这是个机会，趁齐越国控制天花疲惫之时，咱们可以趁机拿下齐越国。颖儿，可有办法？大家无需惊慌，朕有办法。叶颖肯定的话语让大家安静下来。各位大人，天花是可以预防的，如果接种了牛痘疫苗后就能够产生免疫，一辈子都不会得天花，接触到天花病人也不会被传染。如果真如昆帝所说，那不是天花也不可怕了。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证过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昆帝是什么人？那是天神下凡，他说能预防就能预防，你还敢怀疑？皇上，那要是我们接种您说的牛痘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当然可以，天花无解，是这个时代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有人告诉他们可以预防，那就是天籁之音啊。皇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直接拿下齐越国。朱将军，没你说的那么容易，我们还需要时间准备。那些已经染病的，要是治不好，也是会死的。
只能预防没染病的不被传染。瑶儿，这的确是个机会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准备去启月国。去之前我们都打疫苗，不能为此而染上天花。各位大人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在殿外进行。